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的，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洪先生，38岁，来自吉林；销售高女士，37岁，来自山东。个体，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结婚13年了，我也忍了快10年了，现在孩子已经大了，我真的不想再忍下去了。我知道以前是我的不对，但是我这次真的浪子回头了，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非要离婚才行吗？我给过这么多机会，他一点没有改，我凭什么再给他机会？我知道这些年我伤透了他的心，但是这次我真的会为了家庭而改变，希望他能够相信我。哦，这个问题听起来看着还比较严重，因为女士直接抛出了一个话题，说孩子都大了，不想再忍了。我觉得是结仇了。对，就证明忍了很多年了。那咱今天就把忍了很多年的这些事儿都拿出来说一说。我真有说他是喝酒，他喝完酒会闹事儿、骂人，脾气不好。有一次他跟朋友出去喝酒，然后跟人打起来了，把桌子都给人掀了。人家朋友跑了，然后老板实在没办法给我打电话，我是跑过去一看还跟人打呢，赶紧把他拉开。啊，我又跟人家赔礼道歉，还有跟人家赔偿。他倒好，没有跟没事人似的那儿。那次是我朋友跟其他的一桌吵吵起来了，然后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讲义气好面子那种。那天也是喝的有点多，控制不住自己了，然后就是跟他们吵起来了。那你为什么喝酒不控制点呢？非得用无端的方式解决他？妻子，我问一下，你老公他喝酒的节奏是怎么样的？他每次都把持不住喝多少，他只就是无限喝，他无限的喝。是每天都喝吗？基本上都是，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醉醺醺的状态。对，他晚上喝醉了，早晨没醒酒了，起来还能喝。要是上班的时候不能喝呀。哦，那你以前靠什么生活呀？我干销售的，有的时候晚上是陪客户，然后有的时候反正就是没有客户的话，有的时候朋友叫我，要是不去我还感觉不好意思，反正就去了呗。义气、面子局着，对吧？对啊。这个喝完酒动手，这是一个事儿。还有因为喝酒发生过什么问题？还有一次跟同事出去喝酒了，喝醉了，打电话回来跟我说半小时回家，我等了1小时，人也没回来，我就着急嘛，我打电话给他，他也不接，我都害怕呀，我在外边冻死了，东北冬天那么冷，怕在外边冻死他，然后我下去找他去，找好几圈，看一个出租车大哥也在找人，我上去问我出租大哥，你知道是不是有一个喝醉的一个男的？他说是，开开门，哎，人家睡着了在那儿。就是经常就喝多了，然后可能就失联了，然后你就很着急。对，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不止一次，无数次了，现在已经。家务事什么都不干，家里面什么都不管他。那都喝多了，他肯定干不了呀。他干他就只能给你捣乱去了。本身他休息他也不干呀，他也不管呀。你不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你是能帮我分担家庭，分担家务。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所以才要喝酒吗？喝多酒了，还连我家人都骂了，整得我现在跟家人关系都不好。那天是喝多了也没醒酒，然后电话就响了，我大舅哥，然后他上来他就骂我，我也不知道谁，我就给他骂了。那你喝多，你白天醒酒让你道歉，你也不去呀？不是，那你也没道歉呀？你说咱俩结婚过日子，你说你有啥事总跟你家里人说，说完了他骂我，那我那天我喝多了，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我就给他骂了。那我受委屈了，我不可以给家人说吗？第二天我大舅哥也没找我就寻思都是一家人，事儿过去了呗，这事儿我也就带没提。你道歉不是你主动的，为什么要人家找你呢？再一个，你说你在沈阳没回山东，我也不是说我不让你回去的。那我咋回去？我有脸回去吗？我有脸面对吗？现在这个事儿过去了吗？还是说这事儿已经成为你们家的一个心结了？我现在已经来沈阳这么多年了，我一次都没回去过。不是你这个行为我也不太能理解。你说你跑到沈阳来，然后在沈阳本地没朋友，摊上一个老公是酒鬼，然后你还不回娘家。对呀，你这个行为我一点都理解不了。因为有孩子嘛，孩子还得上学，要不我都回不去啊。所以第一点就是接受不了他喝酒这件事儿，因为酒后会引起很多的麻烦。对的。好。第二点是什么？第二天，他跟异性聊天，我接不受了。他在那个上海上班的时候，之前还给我打生活费，每个月按时打的生活费，中间又隔好几个月都不打生活费了。
然后我问他怎么回事，不打生活费，他就搪塞跟我说，没挣着钱。过年回家了，我看他手机，他跟他前女友还攒2万块钱。前女友转了2万，对，本来给你们生活费1个月多少钱？5、6千块钱，5、6千块钱。1个月，对。你们家俩孩子？对，带2孩子。啊，那个时候你带着孩子在哪儿生活？在沈阳了。那阵儿是我前女友，她说她家里有事儿，她妈有病了，手里没有钱了，意思我能不能借她点儿。其实我跟我前女友其实也没啥关系了。不，你借她钱的时候是不是正好不给家里寄钱的时候？是不是同期？啊，对呀。不知道家里面有俩孩子在吗？老婆在吗？反正那阵啊，你前女友家里没钱了，你要给她寄钱，自己家俩孩子你不用养吗？那阵反正我这个人就比较好面子嘛，讲义气嘛，要是不借不好意思。那我补问一句啊，那钱还了没有啊？那没还呢，这个就是人家也没说不给，就是这阵儿他可能也不太宽容。拉倒吧，这还上哪儿要去？都这么多年了。你这抢了自己娃的口粮钱给前女友转的账啊！我的天！接着说，这是一个是给前女友转钱，还有其他的还行为吗？有一次，我带孩子出去玩，他自个儿在家喝酒，等我带孩子回家了，我听他给异性女的聊天，聊得高兴的呢。我回去问这是谁呀？哎，他也不跟我说，结果就生气了。他把我手又抢给我摔了，把我推倒了，下来还得哇那哭呢。那你进来，你也没有什么好语气啊。再说你，那是谁听谁有好语气呀？我也不是故意给你推倒的呀，但那聊天就很正常聊天啊。你还不承认是不是？我对我这么举一下放一下看一下吗？不是，那就很正常的聊天啊。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看。宝宝，你早晨吃饭了吗？用不用我给你带点早餐？你想吃点什么呀？要不给你带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一个小笼包可以吗？宝宝，你吃饭了吗？晚上我做的糖醋排骨呀，你要不要来我家吃呀？这是俩人是吧？这是2个人，不止一个。好的，宝宝，我看看晚上有没有时间，有时间我就过去。这是正常聊天是吗？那现在不很正常吗？上网都得亲宝宝给个好评，这不是你不要去人家家里吗？那我去他家里也挺正常的，这他对象也在家了，也不是说我俩单独。你怎么能正常呢？等会儿，他对象允许自己的女人管别的男人叫宝宝是吗？那嘴长他身上了，他跟谁叫我也管不着啊。所以你觉得男女之间互相称之为宝宝是很正常的事儿，对吧？对呀，那就是你从现在开始给任何男性发信息都叫宝宝，可以不？你就回答我。我反正最好是别叫。哎，我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跟你妻子叫宝宝吗？叫媳妇儿啊。他从来没有这么叫过我，就听他这么叫别人宝宝，跟我从来没有话说在那儿，给别人聊天。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是说不跟我媳妇儿沟通，就是说有时候回家呀，我媳妇儿就是她喜欢聊些啥呢？比如说哪个明星了、八卦了，她喜欢这个；我喜欢是啥呢？历史了，然后那个政治了。你跟那俩姑娘也没聊历史啊？有的时候也聊啊。哦，那俩姑娘愿意跟你聊历史、聊政治是吧？不是，我们同事。不是你就是张口就来，哎呀，我的天！其实有的时候我媳妇儿她有点就是一我就像比如就前几天我跟她俺俩去逛街去，走半天了也累了，就坐椅子上了。然后那阵是有个客户给我发了个信息，其实我就是坐那儿愣神了，然后我想怎么给他回复。然后就这个期间有个女的说我面前走过去了，我媳妇儿那就火了，不乐意了，又说我看美女。有的时候我媳妇儿也确实有点疑神疑鬼的。我疑神疑鬼谁造成的呀？那你不前聊他，我能疑神疑鬼啊？那是不是之前的事吗？现在不都一点改了吗？你改了吗？你说你改了吗？一次你也没改过呀。他手机的密码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工资卡在你那儿吗？他工资卡在我这儿，他有时候工资会是支的，他从这公司直接拿走了，他也不往工资卡打。所以相当于这卡也没啥用是吧？对，就个卡就给我摆设现在。剩下的钱不是也都给你了吗？剩下钱给我，你给我多少啊？你剩多少啊？不一定。1个月3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这是你剩的钱。1月挣多少钱？1个月1万多。1万多剩2、3千。就是有的时候跟朋友出去吃饭了，对，1万多你只给他们娘仨2、3千，对吧？不一定，有时候2、3千还有3、4千的时候啊。哦，多了到头就3、4千。差不多吧。第3个对他的怨念是什么？不管孩子。孩子学习嘎从来没有管过，家务都不做的男人还管孩子，那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就把我这坐旁边看孩子写作业，哎，那都坐不住，屁股长刺儿似的，一会儿就走。我也不是不管呐，但你说我坐那玩意儿，你让我看他们写作业，我感觉这写作业这个东西应该孩子挺自觉的呀。
再一个，我的手机消息那么多，一会儿一个电话，一会儿一个信息的，反而影响他们的注意力啊。这是注意力，你忙完了的话，你在旁边坐着的，啊，你刷视频，你那哈哈大笑玩游戏的那啊，你这有空玩游戏，为什么不能看孩子呢？那我初中毕业了，我都不念了，那就像咱闺女现在也上初中了，对吧？那英文26个字母拆开我认识，合一块我都不知道念啥。我没让你去教他吧，我叫你坐旁边看着点，你都不愿意，你都看不住。给你们的姑娘开过家长会吗？那没去过她。从小学到初中，上学9年了，没有9年去过教室见过老师吗？没见过，一次都没有，是吗？没有。老师头一天在群里发作业，发一些资料需要打印呢。他倒好，没给孩子打印，导致孩子第2天完成作业没完成。老师打电话还不接第一次，第2次打电话还给老师还教育了，跟老师还吵起来了。我跟老师我就这么说的，我说教育这玩意儿应该分开呀。我说如果要是说预习啊、复习啊都是让在家学的话，我说那还上学干啥呀？我说我们孩子到家了，我只要是说正常保证他的3观正、人品好就行呗。你怎么教育的？那我不有时候不也给他讲历史吗？讲历史讲政治。3观指的是哪3观啊？人生观、价值观，还有那个忘了。然后老师给我打电话，给我一堆抱怨。你说我在中间和左右为难。我想问一下，女生你跟婆婆和公公的关系怎么样？我跟婆婆还行，跟公公关系不怎么太好。因为有一次我工作嘛，我白天早晨起来把饺子包好了，包好放冰箱里面。寻思他们放学了回来，他们煮个饺子有饭吃嘛。我儿回来打电话给我妈妈，我想吃饺子。我说你跟你爷说给你煮呗。他说我爷说了不会给我煮，叫你回来给我煮。然后回去我放我手的工脚还回个煮饺子，回我公公，我就煮个饺子都不能煮吗？啊，我就不会煮，你能怎么着？回来把我骂一顿，给他说他也不管。你跟我说了，我也不是说不管，你总说我心里没有你，也没有孩子。那当时我不也说，到时候我跟我爸说一声，但第2天工作忙忘了。好吧，他总忘，你总忘，你1次忘2次忘，你还每次都忘吗？你心里就是没有这个家，没有孩子，真的。还有一次就是他大哥还有个小姑娘嘛，然后3个还一起去玩，他大哥小姑娘就骂我闺女一下，我闺女反驳了一口。当时反驳说孩子之间矛盾，大人你别参与了，我就没当回事儿。这倒好，他爷知道了，把我闺女好顿的骂，又诅咒我闺女可不上大学干啥？哪有当爷的呀？不是，那我当时你说你俩都吵起来了，都火了，你说我那你说我是能劝住谁？所以其实就是说你。在女生的心里边，这个自己的老公从来没有维护过自己，对吧？没有维护过他孩子，所以让你觉得他心里没有你，没有孩子，没有这个家。对，他说每次说改他也不改，他保证说是不喝酒了，是一天不喝，第2天还是接着喝。好，你们2个人今天来到这个舞台，各自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就是忍了快10年，我都不想忍了，孩子现在也大了。孩子都说妈，你过得不开心，过得不幸福，你离开吧，你离婚也行。孩子说的是吗？对，这孩子说，哪个孩子说的？女儿说的。对，女儿看到了你的很多委屈是吗？对，你自己有赚钱的能力是吧？我现在自个是干个体的嘛。我有这个能力养孩子。有能力养孩子。然后而且孩子给他没有能力养孩子，然后还给孩子带了不好的生活习惯。女儿劝他妈离婚，你怎么看？其实我也知道，就是说。这么多年，就是不管是我媳妇儿，还有我闺女，还有我儿子，造成挺大伤害的。我俩属于闪婚吧，结婚没多长时间，然后我家的那个老大就出生了，然后3年，然后老二就出生了。前3年我俩关系还挺好的，就是从老二出生以后，我俩就是经常吵架。我那时候我就感觉他总说我，就是总管我，我就跟他说，我说到北上广挣的多点啊，反正是一个是想多挣点，二一个是。出去了能自由点，躲开他，对吧？对，然后我就到上海了，工作当中跟同事就发生肢体冲突了，送到医院是创伤性肾破裂，当时昏迷了嘛，然后抢救过来以后，我是在 ICU 住了是1个礼拜。等我在 ICU 睁开眼睛的时候吧，第一眼看到人就是还是我老婆站在那里，所以说我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人到最难的时候，还是。得自己另一半才是靠得住的。以前你认为他们是拖累，对吧？对啊。对啊，现在你受了伤之后，生死关头走一回，你觉得现在要靠他们了，是吗？我不是说靠他们，是说我在医院就是从 ICU 那40多天在床上，其实有很多都是不能自理的，就是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是谁照顾的你？
我媳妇儿。哎，你生病回来多久了？ 3年。已经有3年了。对，有3年。一点变化都没有。一点变化都没有。那就不用说了。行，我本来还准备给他个机会。来，我们先进今天同样来求助的2位嘉宾，听完他们的故事有什么想法？我希望大哥能有一点改变，能用行动。虽然这位姐姐她现在她的想法很坚定，就是要离婚，但是这位大哥如果做出真正的改变的话，我相信大姐还是能真正去原谅那个大哥的。我希望姐姐能更爱自己一点，因为刚才我听你们说这个事儿，我都觉得我特别生气，就是我都有点要气哭了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很过分。姐姐一直在为这个家付出很多，但是没有得到什么，就是一直在掏空自己为这个家去付出，而且姐姐一直就是想等一个浪子回头嘛，但是其实还有一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接下来咱们这样啊，听听各位老师给支什么招。我给你们俩提个问题啊，我说8个词儿，你们俩去衡量一下，你们2个人之间现在哪个词儿是能够正好对应得上的。第一个词儿叫安全，第2个词儿叫依恋，第3个词儿叫激情，第4个认可、认同、默契、归属、维护。这8个词在你们2个人之间，哪个词还存在着？他一点没有。在你那儿呢？最起码还有点默契吧，就是默契在哪儿？那就像比如吃饺子，我媳妇儿不蘸酱油，蘸陈醋，这个我知道啊。我说的这8个词儿啊，是一段健康的关系应该有的8个维度。这一个词儿都不占，你就说你这段关系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吧？它连基础的底座都没有。刚才男士一直在那说我是很义气的，然后我也很好面子。咱们这么说，怎么理解义气这个事儿哈？义气它背后的潜台词是我不分青红皂白，我不计一切后果，我有一种很盲目的执着在，这是青春期的孩子的定义。你为什么一睁眼睛受了伤，回头看到他觉得很安心？为什么我刚才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你俩会站在这个舞台上？女生说我就觉得我要走，你就说你就得留下来。其实你根本说不出来什么留下来的理由，他是你一直给你善后的那个人。他之所以要离婚，是因为他真的撑不住了，但是他又不会轻易的去表达。我觉得这可能是山东人骨子里的那份倔强在。我不会承认我扛不住了，我硬撑着我也得扛下去。将来你1分抚养费都不给我，我一个人我也能带着2个孩子好好活，是这个意思吧？对，老师。但你想没想过，一个女人这股劲儿，就算她是有骨气，她得多苦啊！为什么她因为遇见了你，她把人生过成了这么苦，要一个人去面对扛下来所有的风雨？明明她都扛不动了。因为我指望她也指望不上，钱拿不回来，孩也不管，家也不顾。不是，你不是指望不上，你从来没有表露出自己的脆弱。你有无助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表达？你可以在女儿面前表达出你的无助和脆弱，她却不知道。我觉得你离了婚之后，她才能看到你的真心。离婚或许是一个新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要给自己这段关系一段修复的话，变一种样子去重新开始，未尝不是一种选择。浪子回头，关我屁事！我特别讨厌所谓的浪子回头的叙事，你知道吗？凭什么呀？他想回头就回头，都他说了算。那你所有过的日子、吃的苦都白吃了，张嘴就来的撒谎，拿孩子的狗粮去贴补别的女人，疯狂的喝酒丧失理智，说打架就打架，一直要打到自己有生命危险为止，而且可以完全的弃家人于不顾。你生死攸关，妻子来照顾你，完了之后，你突然之间发现呀，原来我还是需要他们的呀。再过2年，你回头一想呀，我这个喝酒把身体喝坏了，我养老还得靠我女儿呢，是不是？所以你是不能撒手啊！你怎么能撒手啊？你一撒手都没了，就要回头，凭什么？你造的孽，你就得应该尝尝这个结果是什么。你知道今天这个结果都是你自己造成。刚刚刘老师说，我特别同意。你从头到尾自我感动，你忍什么呀？有什么可忍的呀？生完1个孩子，生第2个孩子，公公说不会煮饺子，你就真的回去给他煮饺子啊？这个男人也床上一躺倒，你马上40多天衣不解带的去伺候他，
你从自我感动里面去获得自己的价值，你在痛苦之中去感受到自我的存在，你所有做的事情就注定了你的悲剧结果。你今天你是来离婚来的吗？你不是。你就是想看看老师们，你们能不能把他给骂醒？你肚子里面在想这个事儿吗？对，不就在想这个事儿吗？问题在于他能改吗？我告诉你，100%告诉你，不可能改，永远不可能改。他到了50岁、60岁、70岁都不可能改。为什么？因为他到70岁的时候就是他爸，就是那个不会煮饺子，要让媳妇儿回来煮饺子那个人。现在他折腾你、折磨你，未来他折腾你女儿、折磨你女儿，你女儿就是他留着给他养老的，所以带俩孩子立刻走。虽然说陆琪老师句句扎心，但是句句点到了位置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也想找陆琪老师指点一二的话，现在方法非常简单，你们只要去微信公众号去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记住啊，一定要亮明您是爱宝的忠实观众的这样一个身份，让陆琪老师给你们送新人礼包去。我也8个字儿，他改不了。要分开。我觉得你现在做个爷们儿，你应该说
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鹏，25岁，来自江西；自媒体婉婷，24岁，来自吉林。自媒体，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他真的太爱撒娇了，一天到晚都对我撒娇，指我干这干那，我都快被他逼疯了。他以前不是最喜欢我撒娇了吗？怎么现在就不喜欢了呢？我觉得他就是不爱我了。现在他就是高高在上的公主，我就是被他支来唤去的仆人，我不能有一点反抗，只要反抗他就对我撒娇，这样的日子我实在是受够了。我知道错了嘛，我们能不能好好在一起啊？男人不都喜欢女人撒娇，我们怎么开始烦了呢？对呀，挺甜的呀。对，老师，可能你们刚刚通过那个短片，可能觉得他可爱，觉得男生都喜欢他这种类型，但是在我身上，我是真的受够了。首先第一点，我就觉得他是在平常里，比如说他冷了的嘛，他想开空调，但是那个遥控器就在他的手边，他都不愿意伸出手去开，都要叫我帮他开。哎，姑娘，你会怎么说让他去帮你开空调呢？哥哥，我真的好冷，我不想自己去开空调吗？你帮我开一下好不好呀？你过去。哎，不是，姑娘，我在现场，我觉得我穿这么多，我觉得有点冷呢。你穿着短裙是不是也比较冷？有一点啊。那你跟场工老师说一下，能不能把空调加热啊？空调开进来。场控老师，你能不能把空调开大点啊？我真的好冷。行，他撒娇，你看她男朋友一脸嫌弃。他其实重点不在撒娇，重点是他啥事儿都不干，对吧？就他啥都支持你，你不满意的是这个是吗？对。如果他啥都自己干了，然后他给你撒娇，你能接受得了？那我没有意见了。她是一个特别没有生活能力的姑娘吗？没有，她离开我完全不能活了，我觉得。那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她会有下一个男朋友的。你干嘛？太狠了这句话。那你说说她怎么没有生活能力？就比如说她非常黏着我，一个星期有7天，她有4天让我去她那儿。一开始我还觉得能跟她腻在一块儿，挺开心的。但是结果呢，过去她那儿90%时间都会帮她干活，扫地、拖地、洗碗、洗衣服。洗碗你也不洗啊？她真不会洗。对，因为我之前在家的时候，我妈妈就从来没有叫我洗过碗，然后等我毕业了自己住的时候，我就因为我不会洗碗嘛，我就点外卖。我今天带了证据来的。来，还有证据，看看证据。哥哥，你在干嘛呀？那个碗，你昨天走的时候没有洗碗，这怎么洗呀？它好油好油，根本就洗不干净。我当时我特别想用那个碗，然后我就是真的我洗了好久我也洗不干净，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洗，就哭了。他就是这样的人。我感觉你太小心眼了，这都不是什么很大的事儿。是，这不是很大的事儿，但是累积久了我会累啊，这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儿。那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行李是不是帮你整理的？我是不是出钱？我是不是做攻略？那你呢？你给我情绪价值了吗？我陪你玩几天，结果我那天我要去那个四川成都那个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我预约老久了，结果到了那儿，他看了10多分钟就不想玩了。我那天太累了嘛，那天玩了1天了，晚上才去那个博物馆。我不累吗？我陪你走，我们走一样的路啊，我还要做攻略呢。那我们累了就回去嘛。你还敢说回去的事儿？他累了我就妥协了，然后我们就回酒店了。结果回了那天那个酒店，一看不乐意了，环境不行。我觉得你就是没用心做攻略，没用心找酒店才会这样的。酒店跟图实际不符，那是怪我吗？哎，姑娘，那你为啥不做攻略不找酒店呢？因为我想让他做，我想让他做好了，然后他能照顾我。那你会吗？你会做攻略，会找酒店吗？我会啊。我感觉是我把他宠坏了，他现在脾气越来越差了，还摔东西呢。怎么摔东西啊？他喜欢吃东西，在床上吃东西嘛。然后床上很多碎屑，很多垃圾袋，他从来都不清理。然后我就为此很恼火。然后他就会说我的问题，他说对呀，你就是你平时也乱丢垃圾。那我承认我有这个问题，我承认。那我们当时是不是做了那个约法3章？
对呀我们说谁违反规定被逮到了，谁就给对方发一个10块钱的小红包。对呀。那你每次逮到我，我是不是给你发小红包了？不是每次啊，也就一半的时候吧。那你是不是你自己不逮我，怪谁呢？你自己不逮我。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后面我们就吵架了，觉得不遵守规定。然后吵架之后，他就开始摔东西了，把我鼠标、键盘全部摔坏了。除了摔东西，还有啥事儿脾气会大？还有更离谱的事儿。就有一次洗衣服，你还好意思说那个洗衣服的事儿？你把我衣服都洗坏了，你还不赔我？那我不是为你好吗？我洗衣服，我是不是为你好？我洗衣服，那个衣服晾干之后，它一件黑色毛衣，结果发现上面染了红色的颜色。然后我说我主动帮你洗干净嘛，看能不能洗干净。黑色都染成红色了，那明显不是染的呀，那是肯定有什么化学反应啊。那我是不是说我要主动帮你洗？我有没有说？那你帮我洗有什么用啊？他又洗不好。他就是想让我赔他一件。男朋友给女生买个衣服咋啦？你就是抠门。我就不乐意了，我觉得这是原则问题，这不是几块钱的事情。当时我们就因为这个争，然后又要上班，我就开车先送他上班。我开到高速路上的时候，80多码。他解开安全带跟我闹脾气，砸我的车门，打我的车窗，然后我看到。那你都没把我哄好，你就非要送我上班？这是人能干的事吗？姑娘，这安全意识可不行啊。对，然后我当时觉得特别危险，我万一出事了咋办？然后我赶紧降速，降到40、50码的时候，结果好呢，他把门打开了。我说你赶紧把门关上，我对不起，我赶紧哄他。结果看到前面有个交警，我赶紧开过去，我停那儿，我说交警叔叔能不能帮我个忙？他在路上解开安全带，把车门打开，还砸我车，真的特别危害公共安全。然后那个交警叔叔，你报警了，对，安以灭亲啊！交警了是吗？对，我说不了他，只有交给交警叔叔。交警最后解决了吗？一开始说他还不听，还在那儿耍脾气，说了2、3遍他才听。我都跟你说了，我知道错了，我之后不会这样了。你还要找交警告状？现在在节目组还跟这个老师告状，太小心眼儿了。就是太小心眼儿了。你还有啥状？接着告。不是我小心眼的事儿，这主要是他知道了问题，但他从来不改，总是糊弄。有一次我过生日嘛，7点半下班，然后他提前到那儿等了我半个小时，我加班到8点，忘记告诉他了。我那天也要上班，我还是坐地铁去找你的呢。那请问那天是谁生日？是你生日也不代表你做什么都是对的呀。那我就不能做一回主人吗？然后过生日也是因为这个事儿，他等了我半个小时，吵起来了，然后路上他又做这样的事情，他动我方向盘，哎呀，哎，姑娘，你到现在没学开车吗？没学这些路上的安全常识吗？我学了，后来我就去学开车了嘛。然后后来我考完驾照，然后我就说让他把他的车借我开开。然后他那个人他就特别抠门，老怕我把他车开坏什么的。那不很正常吗？那最后练了吗？最后他给我练了，反正特别不情愿嘛。那是不是出事了？结果有没有出事？啊，撞车了？那第一次开车可能会出点问题，也是很正常的嘛。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开车嘛，然后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就不小心把这个直行的车我碰到他了，然后当时那个人就特别生气，就下来，然后那我想我把人家车给碰坏了嘛，然后我就跟人家道歉呐什么的，是个男司机，然后他可能就有点不好意思了，然后他就说，哎，没事没事，你就走吧，然后说我走保险就行了。他自从这个事情他就尝到甜头了，他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只要撒娇，谁都会答应他，谁都会服软的。你刚才说你觉得你男朋友特抠门是吗？对，他就是挺抠的，就是我俩每次出去吃饭，他都必须用那个团购，团购有啥就吃啥，然后有的时候我想吃那个菜，那个团购里面没有嘛，我就说那我们单点吧，就别团购吧，然后他就不太愿意，然后有时候去有的地方吃饭，我就想去一家餐厅，有一次，然后那家就是没有团购，然后我就说那就直接去吃吧，然后他就不太想去，就扭扭捏捏的那样。最后去了吗？去了，但是他特别不那个菜最后点了吗？点了啊，最后你都达到目的了，对吧？只不过他中间那个态度让你觉得很抠门。对，我当时没有工作，他也没有工作。他首先说他没有工作的事儿，他毕业2年了，换了10几份工作，没有稳定的工作。当时我也失业了，我还负债了，我还欠了点钱，欠了2万块钱。然后当时我也跟他说过，我说宝宝这2个月我们可能得辛苦一点，我找到工作了再好好对待你行不？我们可能这2个月苦一点。他说好，结果转眼要高质量的生活，我没有钱了，当时
就不能忍一忍吗？他根本就没有为我们未来考虑过。那我觉得你也不至于10块钱的娃娃都不让我抓吧？是在没有钱的阶段下还要去抓娃娃吗？那我感觉没钱归没钱，之后还能挣回来。但是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干的话，那就太没意思了。我当时觉得压力真的特别大，这不是10块钱的事儿。我觉得你一直要我去付出，我真的觉得特别心累，我特别压力大，特别迷茫。就是也不是说每次都去那种很贵的餐厅嘛，但是他就有一次，就是我们去一个我一直想去的一个黑珍珠餐厅。然后呢，他就是一直问那个菜的价，就是上菜了，然后他就问我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这个多少钱。我好奇，我就不能问吗？哎，你们都没工作，靠什么生活？靠贷款。我负债就是因为他的。那你不是上班2个月就还上了吗？那不是没找到工作吗？那你之后会找到，我相信你就是很棒的呀。你别给我来这一套。你是不是就现在觉得这男的变化特别的大？对，我感觉，因为我一开始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一直状态是没有变化的。他一开始也就喜欢我这样，但是后来现在慢慢在一起时间久了，我就感觉他就对我很厌倦。有什么表现吗？就是他一遇到问题，他就特别喜欢离家出走，他就是有点冷暴力的那种。前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出去旅游，晚上我们因为一点不怎么大的事儿就有点不高兴了。然后他哄我的时候，因为我那天玩的太累了，我不小心就睡着了。然后第2天早上起来发现他人就没了，然后打电话也不接，发消息也不回，等到大概12点1点左右他才回来。老师，我不是离家出走。因为我跟他吵架之前也说了，他喜欢摔东西，我特别不想面对这一幕，所以我想着我把自己情绪安抚好了，我再回来安抚他。对，我想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他觉得我离家出走。那我那天都睡着了，我怎么可能跟你吼啊？那我有情绪，我是不是会把你吵醒呢？我找个安静的地方不行吗？你继续睡你的呗。你们今儿这小情侣来这儿，想要让我们帮你们解决啥事儿啊？我觉得他一直就是这段时间，首先第一个是喜欢撒娇，第2个是脾气大。我觉得他没有遇到问题没有悔改的意思，每次就是用这个撒娇来糊弄一下。他就是这么个人，怎么办？对，我觉得我真的是受够了，所以我想。你是要分手的是吗？我很想分手，但是他一直求着我，我觉得能给一个机会就给吧。但是我现在没有看到他的改变。哎，别给自己贴金。我会改的，你别跟我分手嘛。哎，闺女，你先回到位置上，回去。姑娘，你回来，快，你先回到位置上，好不好？好，答应你，你别。我没说答应他，你想想。哎，他就是好用。这来我们节目还干嘛呀？我没说答应他不分手啊，我只是暂时不生气了。哦，你还是缓兵之计是吗？对，我只是暂时不生气了。所以就是一个要分手，一个就是我求你们不分手，就一个不分手是吧？是不是啊？你也有潜质。待会儿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好不好？判断一下你们2个人未来能走多长。待会儿姑娘咱说好了啊，老师说你不许撒娇了啊。就老师别说的太凶就行。那个真哭。那对，你别说太凶啊，各位老师们，我们先听听过来人，你们听完以后给年轻人一点建议吧。我感觉他俩挺合适的，尤其是小弟弟被拿捏死死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我感觉这个老妹儿就是啥呢？你没有公主的命，但是你得了公主的病。就是地球非得为你转呐，你是太阳啊，这就是我感觉说，你就是一直在要，你就是在要东西。你俩现在可能是爱情，甜蜜点撒个娇可以了。你俩要结婚了，这哥们儿可能就无从当爹了。你要再有个孩子，他得哄俩，大宝宝、小宝宝他都得哄。但是我感觉说，你等结婚了，面对的是油盐酱醋茶的时候，你可能那个时候哥哥，你再叫哥哥可能就没有用了。说的挺好啊！哎呦，你说的真好哎。说的好，但是没做好。兄弟，我问一下，假设你跟他生活，你俩会过成啥样？就没有那个可能性。那个发微信那个让宝宝那个，那个他是别人媳妇啊。他会对你说宝宝的。都明眼，就从他们嘴里说出来都明眼。这个就是，我感觉说这样是我受不了。你不觉得他跟你很像吗？除了撒娇之外。就是我感觉是啥呢？就是咱俩都应该去改，就是说不要是口头上的。但是你现在你
一味的索取你不付出，到时候这个干毛劲太累了，真的。哎，我知道为什么你把你老婆拿捏的死死的，你这张嘴啊是真好使。不，他都懂，他都明白，对，就穿儿明白装糊涂，真的是。来吧，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啊。姑娘，我先问一下一个你的客观自然情况可以吗？就是你的家庭组成，爸爸妈妈对于你来说都是这样惯着你，把你宠成一个小公主这样吗？我是我们家独生女嘛，然后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是离婚了，然后我妈妈带我，所以说就比较宠着我，然后家务什么的也都不让我做这样子。我觉得他的撒娇啊，你说是方法也好，说是技巧也好，但我觉得他从小到大都这样，应该是一种偏执，他不停地在印证他是值得的。你受不了的那个感觉，不是撒娇的这种感觉。其实他那撒娇特别吸引你哈，你受不了的是撒娇变撒泼，就是越界了，过分了，没分寸了。姑娘真的是撒娇和撒泼就是一字之差，但一下就能把你从一个小公主的那种娇娇气气、可可爱，想捧在手掌心的那个感觉，一下就打到一个，他恨不得赶紧离你远远的。他现在其实不是不爱你。他是不知道他还能怎么好好爱你。我下面这个话送给2对儿，其实最好的结婚对象是你自己。你去想一想，你会不会愿意嫁给这个人，嫁给和你一模一样的人？侯先生也考虑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愿意嫁给像你这样的丈夫？不愿意。如果你都做不到，没有人能做得到。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不断的去看到自己真正缺失和匮乏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你要成为一个连自己都能爱上的人，别人自然会来爱上你。我觉得回来说几句男生吧，他这样都是你允许的。是我宠坏了他。所以今天这个样子，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我的感觉就是。你句句都有回应，次次都有回应，他所有的情绪你都看在眼里，你竭尽所能的去回应他，你没有一段让他可以冷静，甚至可以让他有一种剥离的那种距离感。那如果2个人都想变得更完善的话，2个人都想变得更饱满和独立的话，你们得各自找到自己的问题，这段感情才能走下去。否则，我是觉得这段感情，你们的那个所求。都不在一个平等的年龄上，这个很麻烦的。我说点实在话啊，其实那个小鹏啊，你上当了，你被骗了，他不是没有独立生存能力。我跟你讲，就是不会洗碗、不会叠被子、不会打扫家务和能不能独立生存是2回事儿。他这个生存状态我一眼就看明白，为什么？因为我20多岁我就这样，我到现在不会洗碗，我啥也不会，我任何家务我都不会做，我跟他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一直独立生活，家里面是很乱，但是又怎么了？不代表我不能独立生活，我活得很好，我活得很开心，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这个生活方式是错的啊。但是我就告诉你，这和你好像不能独立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爱归爱啊，但是你不能被人拿捏，能理解啊？好，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2个，姑娘，我觉得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很聪明，但是你段位还不够，因为在你的眼里面，所有的亲密关系里面的沟通模式只有撒娇和撒泼这2种，但事实上，光这2种是不够的。我们成年人的沟通模式是千变万化的。那撒娇这个东西很好用，好像你撞了车跟人撒个娇，马上立竿见影，立刻起效果，对吧？因为撒娇是人际关系之间的润滑油，但润滑油你不能真的把它当油用，撒娇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给人喂1勺蜜糖，再喂1勺蜜糖，最后你说你给我喝10斤蜜糖，这就是受罪了。他现在的感觉就是个受罪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工具没用对。什么工具？沟通的工具没用对。所以人和人之间有很多沟通的工具，比如说讲道理是一种，比如说请求是一种，比如说愤怒是一种，比如说划定边界是一种，比如说谈判是一种。但你所有的这些都不会，你要么就是无限的嗲，要么就是无限的愤怒。生活习惯其实无所谓，这个男人愿意干。但你把你的情绪管理一下，
学会控制，收放自如，这是一个成年人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真正的生存法则。至于男生，你也别放狠话，目前我觉得你是分不开的，你应该让这个姑娘有一个成长的空间。那在这个成长的空间之中，我觉得冷却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应该降低见面的频率，而不是分手。你们可以把频率先降到，比如说每周我们就见一个周末，剩下的日子我好好挣钱，周末我就好好请你吃个饭。但是这中间我们不见面，为什么？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独立的管好自己情绪的空间。谢谢老师。解决问题还得看陆琪老师。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如果你们也想找陆琪老师来指点一二的话，欢迎大家在微信上去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要亮明一下，您是爱宝的忠实观众啊，因为陆琪老师会送给大家新人礼包。我也说句大实话，我觉得她一点都不是离不开。这个姑娘刚才表现的那些所有的种种，他只不过是给你制造一种哎呀我离不开你的假象，好让你安心给我当仆人，一直在通过示弱在博取关注。我不会洗碗，不会开空调，不会这个不会那个，所以当你看到这些时候，你就想我要帮他做。但是姑娘，没有一个男人的爱是持续的，我们需要赢得别人的尊重。你一直在利用这个男人，或者说在通过示弱让这个男人去更加的照顾你，你享受这种他带给你的这种照顾，把你当公主的感觉。可是你觉得他尊重你吗？他从心底从来没有尊重过你，甚至对你是厌烦的。他只享受的是有一个女人对我这样撒娇。可是如果你赢得不了别人的尊重的话，你任何的关系都长久不了啊。另外就是最后送你们两个人一句话吧，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好好的谈一场恋爱是一件幸事，不辜负彼此，不辜负这段感情，最重要的是不能辜负自己，咱不能自己骗自己呀。姑娘今年多大了？24岁。在我的眼睛里面，我感觉你只有4岁。你现在用4岁的状态在跟男朋友谈恋爱相处，只是一味的在干嘛？你想一想，索取。你没有太多价值，只是暂时的24岁的青春和容貌。你现在还有一定的撒娇的资本，但有没有想过34岁呢？44岁呢？其实不用多想了，谈恋爱2年已经让你见证了，原来那一招不太好使了。其实你没有变，你男朋友的确是变了。男朋友再换一个，其实还是这样子的，一开始不错，过段时间还得分，他只能喜欢的一时。然后男方，如果你要想跟他走下去，你一定要把握好你的尺度。你会发现，你一开始拒绝了，但是最后架不住他的撒娇、抹眼泪，或者是不计后果的扯安全带，什么没有什么交通法则。他怎么就知道解开安全带能制住你呢？对吧？他不是没有那个概念，他就是制服你，不惜拿生命威胁来制服你。他不是不懂，他是懂。但对你来讲的话，要拒绝就拒绝到底。如果他用了很多的这个手段，最后还让你妥协了，下一次只能来得更凶猛一些，对不对？验证了他的撒娇和他的所有的手段，最终我胜利了。所以你再试试吧。如果你能坚持到底，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什么成长。如果你坚持不了了，你要想活命，不行就赶紧走吧，他很难改变。你说我说句我客观的话，你找这个男朋友这种类型、这种方式找错了。你应该找一个敢对你说不的男人，因为真正的爱是可以说不，这件事情你做的不合适。所以说我们正视所有的关系，尤其是对异性的关系，我们要正视它。我们不需要去惧怕任何人，我们也不需要去讨好任何人，我们也不需要去控制爱你的人，要相互成长。真正尊重你的人，其实可以跟你说不的，会引领你成长。如果你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那你永远无法成长，对方
不可能一直养你。所以说，这个男生不适合你，但你离不开他，因为他真爱你，他不知道怎么接住你的那些原生家庭对你的影响。男生你也需要长大，对吗？要敢于说不，因为你受不了那些的，你也会撒娇，你出去，对吧？不接电话那也是撒娇，所以你看懂没有？你要读懂他，这样你们才能成长，这才真正好的一个情侣关系。那接下来，请我们两组的嘉宾呢，都先回到我们的门后，想一想老师们说的话对你们有没有一些帮助啊？如果决定都给对方一次机会，就选择出来；如果我想冷静一下，再考虑考虑，可以选择不出来。好了，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啊！来，准备，3、2、1，请开门。没有出来，看来高女士的决心很坚决。对，迈出这一步对她来说不容易，不管她是还在考虑还是怎么着，是证明她真的是有这个决心了。对，没错没错。因为她女儿跟她说：“妈，你离婚吧。”这个女儿说这句话其实挺重的，这触动太大了。好了，不管怎么样，祝福他们2个人。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今天的第2组嘉宾小鹏和婉婷会不会选择出来呢？好，我们一起开门看结果。3、2、1，请开门。他俩就出来。他俩应该是不会分开的。对，手拉着手出来。小鹏，你是怎么着就？我觉得各位老师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想再给他和再给自己一次成长的机会。那他以后要一直就是这样的？刚刚他在外面也跟我说清楚了，他说他会，就是一定会有行动给我看到他的改变。你准备有啥行动啊，姑娘？就是我会慢慢的自己做一些事情嘛，然后不跟他老是发脾气。好了，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再见。谢谢老师。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爱里学会成长。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